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阿星现在在辽宁的丹东。丹东这座城市啊是非常的美，它也是一个国门城市、边境城市。这儿是鸭绿江，那鸭绿江的对面是哪儿呢？就是神秘的国度啊，朝鲜。这是朝鲜的新义州市。那这儿呢就是鸭绿江的断桥。这个断桥啊，为啥叫断桥呢？咱就要从头开始讲。从啥时候讲呢？清朝末年。这是日本人修的这个桥，是1909年。那日本人为啥要在这儿修桥呢？就是为了强行掠夺中国的财富、中国的资源。后来朝鲜战争爆发，然后美军的轰炸机把这个桥就炸断了。你看，接近朝鲜的那边，现在只剩了桥墩子了。实际这个桥是一半的啊，所以叫断桥。再往远处看啊，直接可以看到朝鲜。朝鲜这个红红的楼，圆圆的这个楼啊，就新义州市最高的楼，总共是23层。然后这个楼它是一个观光酒店，然后这个楼呢两边还有2个副楼，这2个副楼算是这个新义州的是高档住宅啊，都是那边的这什么科学家呀，什么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呀，或者教师呀、医生啊才能住，但是也不用你掏钱啊，是分配啊，免费住。来到丹东这里啊，一定要尝一尝美味的朝鲜族美食。那比如说呢，就是拌饭啊，还有汤饭，还有打糕，还有烤肉，还有冷面。说到冷面，看我身后这家店，5姐妹朝鲜面店。那这个店啊，在当地挺有名的，专卖这个朝鲜冷面啊。我一回头啊，看见这一幕，你就看这个小店这个环境，我要说这是在朝鲜啊，还真有人信。2位，我到了去哪了？去那个去冷面有什么冷面？咸鸭的冷面，还有那个荞麦的、鱼酥的，还有榆树的。榆树是不是咸鸭的？榆树不是，榆树是别人压的。那给我来个咸鸭的，咸鸭的，不分大小碗吧？啊，正常碗。来一个，先来一个。一碗咸鸭的。再来点菜。这个是香螺。香螺。行。给我来个香螺拼，这是啥？明太鱼。明太鱼，行，那都行啊。这个明太鱼和香螺一拼。来一个水爆肚。水爆肚一个。再来一个。还有酱牛肉是吗？啊，对，再来盘酱牛肉。啥叫吃冷面的有多冷啊？看这是冰桶，打开，这就是冷面汤，哇，全都结了冰了。那就给我拿个汽水在那。干啥？你这凉的吗？啊，就是大香蕉是你们这？大香蕉。啊，行，来一个。啊，这还有鸭绿江。哪几个呀？让我看，这个是大香蕉，那个是鸭绿江是吧？这是金米子，他俩都是。他俩都是是吧？好，行，来俩。哎呀，这吸管在哪儿呢？
有吸管。啊，没有吸管。你打开就喝就行。打开就喝。啊，我拿个起子。好嘞。看着他家门头是个小店，其实内有乾坤。过来以后呢，你看这楼梯，这是个民房，还有后院。后院多宽敞。夏天可以坐在后院。再放6个人。今天天气有点冷啊，咱坐这儿。哎呀，拐来拐去。好，坐这儿。还没吃啊，你就看这个碗儿很有特色，一看就是朝鲜这韩国人用的这个碗啊。上面是一片牛肉，底下就是泡菜。这个泡菜感觉很新鲜，现腌的。冷面好不好吃啊？先尝尝这个汤。哇，这一口汤下去了，和我以往吃到冷面是完全不一样。为啥呢？因为我在延吉吃过冷面，人家是酸甜的，它这个是咸口的。冷面它本身就分甜咸口和咸口，这个甜咸口呢，就是在牡丹江，还有就是延边啊，这个朝鲜族啊就爱吃这种甜咸口的。然后这边丹东啊就吃这种咸口，哇，这咸口也好吃，凉飕飕的。哇，再配上这个辣白菜。它这个白菜因为是新鲜腌的，所以说还能吃到这种白菜的清香味儿，特别的棒。很多人啊吃不惯这种咸的冷面，但我觉得很好吃。这个冷面啊，为啥它很有筋道呢？就是因为跟它压的时候有关系。这个面看起来跟压饸饹一样，但其实不一样，它里头是有螺纹，是螺旋状的。你把这个面团塞进去了。它压下来的时候，在里头这样转的时候，就增加了这种筋性、弹性。朝鲜族吃冷面啊，除了这个冷面，它还有温面，就是夏天的时候吃冷面，里头还有冰碴子。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，这个汤是热热的，是温的，吃温面。还有的呢，给里头加个鸡蛋呀，或者是加水果，还有什么苹果呀、梨呀之类的东西啊。但他家这个你看就很简单，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呢，咱盖点这个牛肉进去，泡点这个冷面汤啊。你看这个牛肉的纹理，里边还有筋儿。当地还有一个吃法，就调这个蘸汁。这个蘸汁呢，可以蘸这些牛肉啊，还有螺片啥的，也可以拌在这个面上。怎么调呢？看这儿啊，水料调制方法啊，葱花香菜放入小碗，现在有了。然后把冷面汤就是桌上的塑料瓶内倒进去，还有酱油、醋、白糖，最后放入灵魂辣酱。所有的调料都在这儿了啊。首先来点农夫山泉啊，农夫山泉有点悬，这是冷面汤啊，和这个面里头一模一样。多来一点，这个汤味道很棒。这是酱油，酱油可以少来一点，再来点白醋。哎呀，好酸！来点白醋，白醋放完呢，这还有糖，这是不是一下子就变成了酸甜口的了？来点白糖。哇，这个辣酱看着确实是灵魂辣酱，这颜色红彤彤的。再来一点 ，OK。用这个料汁可以蘸牛肉片儿。不错，香螺片儿。哇，这个螺片好新鲜，这一下就变成了酸甜辣冷面，再来点辣椒，这个辣椒太棒了。如果你感觉不够甜，没有那种就是水果的香味啊，还差一个啊，就这个大香蕉，丹东的特色饮料，这才是灵魂。你看，还有碳酸，还有气儿，这么一拌，这碗冷面啊，那就吃不成了，不是啊，这就是当地的特色了啊。就多了点水果味儿、香蕉味儿。这个汽水啊，非常有历史。你看上面写着的，原丹东罐头食品总厂，创始于1951年，
童年的味道，老字号汽水。1951年是个啥概念呢？大家都知道这个朝鲜战争吧，也叫抗美援朝战争。那个时候正值战争时期，这个厂就有了。1951年，好家伙，太有历史了。除了这个大香蕉呢，当地还有一种汽水叫金美乐。这个金美乐它其实不是丹东的特产，它是天津的。你看为啥叫金是吧？但是我不知道现在天津还有没有啊，在丹东大街小巷都能喝得到。荔枝味儿，这荔枝味儿，这香蕉味儿，这样一块儿喝感觉一下啊，不会爆炸吧？哎呀，这一股啥味儿？啥味儿我就不告诉你。也就是说，你想吃香蕉味的冷面呢，你就加这个；想吃荔枝味的就加这个啊。你想吃这个可乐味的，你就加可乐。这个麻酱太稠了，哇！裹点酱汁，太香了。这几个菜啊，道好吃，都是下酒菜。辣拌明太鱼，这个鱼啊是朝鲜族最爱吃的一种鱼。我觉得这个鱼的味道就特别有鱼味，就那个感觉。以前我吃明太鱼的时候，最爱吃这种烤的更有味儿。他家这个店啊，与其说来这吃冷面啊，其实当地更多的人是来这喝点小酒，因为他这菜啊确实是不错。哎呀，这汤有多好喝，一碗就完了。完了之后呢，再来一碗。这碗是啥？这碗就是鱼树皮。这碗鱼树皮的面啊，颜值更高，牛肉还多了一些明太鱼丝儿，然后辣白菜，明显看到颜色更深，褐色的，和白面不一样。这个鱼树皮面呢，在丹东啊也叫药面。在那个艰苦的时代、艰苦的岁月啊，那很多人吃不上饭，就把这个鱼树皮刮下来，然后磨成面粉，然后比如说做成这窝头啊什么的吃。所以说这很多年轻的朋友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鱼树皮面。这不光是丹东吃啊，东北吃，其实在全国很多地方，尤其是北方地区啊，以前的时候那个艰苦的岁月都吃过这个鱼树皮。条件好了，反而这个鱼树皮面成了特色了，就跟现在窝头比白面卖的贵一个道理。咱尝一尝，我长这么大了头一回吃这个鱼树皮的面。哇，这个口感咬起来就有点像米线，就那种筋筋弹弹的感觉。然后回味的时候，有一股这种鱼树皮的这种清香味儿，我觉得还不错。这个面啊，汤头都是一样的，都非常的棒。哇，我就爱喝这个汤，咸咸的，太舒服了，冰冰凉凉的。吃咱就吃豪华版的牛肉，往上一盖，还有这个灵魂辣酱。看一看这个颜值，哇！这是一碗顶配的牛肉冷面啊！来到鸭绿江这儿啊，可以坐游船，游船看啥呢？就是看对面的朝鲜。来，这个咱们去朝鲜旅游啊，我个人感觉
觉今年年底开的话哈，就没有必要去朝鲜旅游了。等到明年5·1之后，春暖花开再去。北方的城市不适合冬季旅游，就我们单位每年就干一夏天活，就是我们过11月份一直到来年3月份，就基本上看不到几个游客。树那个叶也没了，树也不绿了，你看啥呀？这个北方城市，特别是像我们东北的城市哈，它只适合一夏天旅游。所以说，游客你们明年4月份之后，丹东4月份树绿了，就来丹东可以去朝鲜旅游了。但是今年年底朝鲜游开啊，你就说我就冬天我不想去，那也没人拦你啊。但是我建议是春暖花开之后再去。但凡是坐船，总要买一点小礼品。不过这个挺好，这是啥呢？拿钱买钱，朝鲜币，人家叫朝鲜盾。这些钱最大的是5000，然后一直下来到底下这小硬币，总共这些钱啊是8700吨，折合人民币多少钱呢？45块钱。但是啊，这个游船上卖就是50块钱这么一套，就是说的我跟要卖东西似的了啊，反正挺好。反正这比买个烧鸡值多了吧？是不是？对面是新义州市，你看它这个楼房啊，就是挨着这个桥比较近的，然后越往那边走越荒，那边基本上就没有房子了，全是郊区跟乡下一样。确实啊，你现在看起来啊，它这个城市啊就跟中国的这个70、80年代差不多。你再看中国这边，明显就是感觉更繁华一点。来到丹东吃海鲜呢，有一样你千万不能错过，就是丹东大黄蚬。这个大黄蚬啊，它的学名叫青柳葛，它生长的地方呢，就是在鸭绿江口这个黄海的浅海处，个头很大，肉质非常的饱满，特别的美味。你要吃这个美食呢，在丹东啊，这烧烤店呀，或者是海鲜店啊，或者是家常菜馆都能吃得到。今儿我来的这个地方，你看，永盛海鲜，你看周围这个环境啊，实际上这是一个郊区，比较偏，但是这些车全是来他们家吃饭的。好家伙，我就纳了闷了，一个卖海鲜的菜馆有多好吃？咱来试一试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2位。这黄蚬子怎么做？现在这黄蚬子呢，煮着吃的。现在这蚬呢，越少有点瘦，咱们可以来个小份的，然后尝一尝。好吃的咱再多来一点，可以。可以，来个小份的。来个半斤的呗，好，马上就下来。生腌蟹。生腌的蟹的，咱们这两天没感冒吧？因为什么？现在的气候吧，阴冷雨热，咱们胃肠道比较热点，一点问题没有呗。好。来个这个海胆。海胆生吃蒸蛋都可以。生的。生的呗，给你来这个。来2个吧。来2个呀。这个不是，拿这2个。对，这是2个。这还有自助的碴子粥啊，这小碗太小了，拿大碗。人家都是小碗，咱直接拿大碗。哇，太香了，热气腾腾的。
来到东北啊，必须喝大碗的是吧？这才喝点畅快。再来个小碗，我得舀到小碗里喝呀。好，丰盛的菜肴就上齐了。这个是酱焖黄鱼、石锅豆腐、生腌蟹、2个生海胆，还有这个呢是白灼的大黄蚬子。这边就是来到东北必吃的玉米系啊，这是大碴子粥啊，这个是玉米发糕，这个是炒碴子。这么丰盛，先吃哪个呢？你肯定猜不到。先喝点粥，暖暖胃。好喝，这是腌的花蟹啊，这一份啊分量挺大呀。这个生腌蟹的酱汁啊，一下让我想到了辣白菜，我估计就是那个味儿。这就属于丹东朝鲜族的美食。你看，大家都知道潮汕生腌很有名，潮汕毒药。其实来到丹东啊，人家也有，不光是腌蟹，还有腌虾呀、腌一些贝类，啥都有。外面这个味道咸咸的，就是辣白菜酱那个味儿。里头这个蟹啊很鲜甜，这个还得上手吃啊，把这个蟹腿掰下来。哇，这个滋味太上头了。这得配个粥，跟咸菜一样。你就嗦着这么点蟹腿啊，一会儿把那一盆粥能喝完。哇，这俩是绝配啊！这不比咸菜疙瘩强。尝尝这个最有名的海鲜大黄蚬子，看这个肉非常的肥美，一口肉一口汤。好吃。肉咬起来还是脆脆的，回味的时候有股甜味，鲜甜。黄金海胆，这个个头也挺大的，哇，里头黄金的啊，不是里头金黄的4黄金啊，这个可不便宜啊，一个68，好家伙！他当地啊吃2种海胆，一个是这样的黄金海胆，个头大一点，还有一种是马粪海胆，比较小，跟个黑煤球一样。那个现在不是季节，所以说咱就吃这个。哇，这下去啊就是一口鲜。口感非常的滑，我觉得这个要来点酱汁，拌一拌。加了酱汁啊，味道更棒。我还是建议啊，肠胃不好的别这么生吃啊，人家有海胆蒸蛋，吃那个就行了。这个美食啊大有来头，它属于满族的美食。这个叫炒碴子，是把玉米粒儿发酵以后，然后再磨成浆，拿手挤出来的。挤的时候呢也很有意思，很治愈啊。它有一个特制的工具在手上，就跟挤奶油蛋糕的那个嘴儿一样。但实际上呢，大多数店家也不挤了，那个效率低，都是拿机器压出来。拿鸡蛋炒的，还有韭菜，好吃。酱焖黄鱼，他家这个菜量确实大啊，整整的3条。哎呀，我爱这道菜，太好吃了，有股啥味儿啊？有点我之前在哈尔滨吃的这个德莫利炖鱼那个感觉。这个肉啊非常的细嫩，细致弹牙，关键是这个鱼汤
这个鱼汤太棒了！这个鱼汤啊，让我不得不来一个这个玉米花卷儿。哇，这个浓浓的鱼汤，还得说是碳水啊。哇，太好了，这个鱼汤。要了亲命了，这个鱼。再尝这个石锅豆腐，桌桌必点的，这一看就是个下饭菜啊。这边人啊，你一看就吃不了辣，这上头就没有啥辣椒，吃的主要就是个酱味儿，有点这鲁菜的感觉。除了花卷，还有发糕，这上面还有个枣，你看这个质感很松软哈，跟个弹簧一样。啊，不能说弹簧啊，是海绵，跟个海绵一样。这海绵让我想到，是不是更能吸这个鱼汤？一桌子这么多菜，你看我跟这鱼汤杠上了。这可怜的孩子啊，就爱喝点汤。好吃。完美组合。我和这个玉米发糕放一块叫啥？叫海绵宝宝和派大星。在丹东有很多美食，那其他的美食啊，你都可以不吃，但是呢，不能不吃的就是烧烤。丹东烧烤实在太有名了，在市区啊，满大街都是烤肉店。但是今天啊，我来的这个店啊，远离市区，来到了郊区，是哪儿呢？看这果园烤肉，这儿停车场啊，人家还专门修了一个桥，从停车场直通这个烧烤场。对面有一个灿哥羊汤，这个羊汤其实也挺有名的。哎，今天咱吃不下了，咱主要吃烧烤。哇，为啥我说这是烤肉场？你看，现在我跟你说几点钟啊？现在才5点多，不到6点。这天黑的也很早。好，来一盘羊肉，再来一个黄蚬子。没有黄蚬的，白蚬子。有白蚬子。对。好，那来个白蚬子。来个心管，心管半份。那就咱们就点半份心管。啊，就够了。可以了，先点这些，先吃吧。咱们点了一盘肉，一个白蚬子，一条鱿鱼，一个蘸酱菜，一个鸡蛋酱，半盘心管，然后2个汽水。对，好 ，OK。行，那我先下单了啊。好嘞，好嘞。这是果木炭是吧？果木果不是那个核桃炭。哦，核桃。哦，全是核桃壳。哇，这个炭有意思啊！今天刚好这个天气还挺冷的，烤一烤。先放点白蚬子，
这个个头也非常的大啊。再下点牛肉，因为它这个牛肉啊是拌好的，哇，感觉特别的新鲜啊。火一烤，这个蚬子就慢慢的张开了口了，这个也开了。吃这烧烤有点费劲儿，得俩筷子，一个吃，然后一个专门烤肉。在丹东啊，这个烤肉的方式有2种，一种是在这种铁网上，还有一种呢就是小串儿。这火不能调得太大，慢慢翻。这个肉还没有吃到嘴里头，看着我都流口水，因为它腌过的，闻起来也很香，香喷喷的牛肉烤好了，哇，这个颜色看着太棒了。属于那种酱香炭烤牛肉。再来点这个干料，蘸着吃，很多芝麻、孜然、辣椒粉。蘸这个料也很香。哇，这个还留着汤汁呢。吃这个蚬子啊，一定不能浪费这个汤汁。哇，太鲜了！看这里头这个肉非常的饱满，这个千万不能烤过了，就稍微烤一下，就吃这种鲜嫩的味道。人工降温。哇，这个鲜鱿鱼，然后拿洋葱还有酱汁腌过的，我感觉啊，这个鱿鱼啊也很好吃。看着这个肉啊，非常的肥，而且主要是新鲜。再烤点心管，它这个心管呢已经是煮熟的，所以稍微翻一下加热就可以了。这叫翘脚鱿鱼，人家有翘脚牛肉，这叫翘脚鱿鱼，好吃到起飞。千万不能烤过了，就稍微烤一下。来一片菜，来个鱿鱼上去。最关键是拿这个葱舀点这个鸡蛋酱，然后再把葱往上一放，再来一片，然后呢先别吃，为啥啊？赶紧要把这个翻一翻，一会儿糊了。吃完这个一定要来个大香蕉，你看这汽水跟啤酒似的，从地上拿，都是旗子。哎呀，丹东喝汽水啊，从来不用吸管。哇，多蘸一点，这个料非常的香。我觉得这个鸡蛋酱也很棒。这个酱绝了。咋炒的这么好吃？这个酱我给它取个名字，应该叫菜扫光。为啥呢？因为在东北啊，不管啥样的蔬菜，只要蘸上这个酱啊，你别说蔬菜了，蘸鞋底子都好吃。烤这个真的是要看火候。旁边那桌啊，我还以为刚才在那儿炼钢嘞，还那烟。哎，我看人家有个面，不知道啥面，好像是泡面，咱也点一个。
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啊，加了2个蛋，双蛋双快乐，而且这个蛋啊煮的这个火候恰到好处。好嫩。妈呀，这为啥比我煮的泡面好吃？一个泡面都不简单。啊，确实啊，做饭真的讲究的就是火候啊。人家大姐煮的这个泡面，吃起来特别有弹性，里边还筋筋的。咱有时候要么煮轻了，要么就煮过了。这碗泡面一吃才有灵魂了，这个灵魂呢，再给它加一点。看饿了吧？看饿了，赶紧火卧下啊！没多远啊，坐飞机倒火车是吧？这倒汽车，也就1000把公里啊。